嗨，大家好，我是当当。嗨，大家好，我是梁师傅。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屌的道具，就是好重哦，好重哦，我们的自制矮墙。这个道具是干啥用的呀？这个道具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免打墙来修漏水，但是实际状况没有这么刚好的机会可以来教大家，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临时的道具。难道修漏水都要打墙吗？不一定哦。我们在家里面如果遇到水龙头的龙口已经产生裂痕的时候，这种情况几乎是说一定要打墙的。但是师傅在这边提供一个方式，在你打墙之前不妨试一下，如果你成功了，那就恭喜你，不用打墙了。所以师傅，你有秘密武器？没错，来，师傅示范给你看。师傅就高纲我们真的很有实验家精神没错，现在就是来模拟一个状况。现在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模拟的这道龙口已经裂开的这个模拟墙，然后我们装上了这个水龙头，可以发现这个水是狂喷，而且你看镜头可以带一下，这里现在目前的压力，看那黑色的刻度，现在目前应该是5公斤5公斤很重吗？非常大哦。一般居家最多大概2.2到2.5就已经很厉害。我们今天测试的压力值直接拉到5公斤，做个极限测试。狂喷啊！对，没错，狂喷。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已经狂喷。你家是不是也有曾经这种状况？现在就教大家用免打墙的方式来救看看救不救得起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水龙头先拆下来。狂喷水啊！哇！对，里面还是有内压啦，还是有内压。这时候呢，我要拿出我们之前的一个介绍的一个工具，叫做小一。小一。而我们在工具介绍片的时候，大家有记得小一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到这龙口上面还有没有残余的铁不细乳。如果有，你必须把它稍微刮一刮，把它刮干净。那我们现在镜头可以看到很明显的2个地方，这个是裂缝，第一个裂缝跟第2个裂缝。好大哦！很大。我们今天做的测试非常刺激就是极限测试我们是吓死人。道具做的非常现实啊，非常逼真啊。刮干净以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到一个点。那什么点呢？就是之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在水龙头在锁这个内阳跟外阳在锁的时候，会有这种公差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没有缠铁不细乳的时候，它大概进牙的状况是如何？好，比如说现在师傅这样轻轻的用2只手在，觉得已经有紧的感觉了。好，我们现在退下来看一下，看它的圈数是多少。这样，1圈、2圈、2圈半。如果说你今天空牙锁进去的感觉，如果是大概1圈到1圈半的时候，你的铁不细乳可能就要少一些。那像这种2圈半，空牙2圈半的时候，我们铁不细乳可能就要多一些。也是一样，缠完以后稍微推挤一下。好，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止漏神器。这个东西叫做缺氧胶。缺氧胶，没有氧气的意思。对，缺氧胶或者叫厌氧胶，它可以用来专门固定螺丝、填缝来修补，会非常的好用。那现在我们要怎么用它呢？我们拿着我们的缺氧胶，缺氧胶在我们的水龙头这个牙的地方涂一圈，因为它软滑滑的，所以你要等下动作要快一点。好，内牙涂一圈，内牙也要涂，
内牙外牙都要涂哦，尤其是你刚才针对你刚才伤口的地方，一定要涂。涂完以后这样子抹一抹，好，抹完以后，来迅速的把我们的水龙头锁上去。好，师傅这时候不能大力吹它，对不对？对，我们现在不要大力的吹它，然后我们锁完了以后，我们也不要使用工具去吹它，这样子让它静置一段时间。我们去用个餐，是麦当劳吗？可以。那通常我们的经验只是依据这个裂口的大小，那像刚刚那个裂成这样子，可能要等个2个小时啊。裂一点点，它是用微微渗的，你可能半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开水了。 2 hours later。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成果如何？该检验了。对，来，我们现在先把水打开，先让水进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好，通水了以后，那我们现在要做第一个动作，要排空，因为这个阀之后到这个水龙头中间还是有空气。为了避免影响说我们这个造成我们的判定漏水有没有这个误判的状况，我们现在做空气的排测，把它排掉。 好，让它水流动一段时间，再开起来关闭一下，反复做几次。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空气排完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的断口的地方，它到底有没有裂。来，镜头我们来看这边。好，大家注意看，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师傅用小一指的地方，这个上面的地方亮亮的地方是胶，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缺氧胶。好，缺氧胶。那下面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是完全是干燥的，没有漏水。 没有漏水，完全的没有漏水，这说明了，我们的这个缺氧胶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一次为了要做这一道模拟墙，不小心让这个裂痕变得比较大了一点，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也不是第一次就成功。那2个小时回来以后，我们做的第一次的测验，发现它还是会从这个底部微微的渗漏出来。于是呢，我们就跟当当再研究一下，我们再把它拆下来做第2次。那第2次的时候，我们停留的时间就是30分钟。 做30分钟，因为我们在实物的经验上面，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说，比如说这个裂口真的非常的大，水一直流不会停，那我们就是会做1次、2次，甚至到第3次。有一些状况是它是只有漏一点点的话，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只做30分钟1次就成功了。那师傅你在实物经验上面啊，它可以动多久啊？我们目前测试过的案例蛮多，大概有超过10例。那10例的话，目前为止来说都还没有失败。 那现在最久远的一个，目前大概有超过3年以上。3年都没事哦。对，目前可以到达3年以上，它都没有问题。这么厉害？那这么厉害的东西要在哪里买啊？这个厉害的东西，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在一般的水电材料行，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我们搜寻这个所谓的缺氧胶，这个就可以买到了。缺氧胶它就听得懂。对，人只要找缺氧胶就可以了。OK， 好，下次我就买来封一下梁师傅的嘴巴。好，那谢谢宅水电的频道今天到此结束，我先走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今天就是我们宅水电以上的内容啦。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或者是有一些水电小知识想知道的话，欢迎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别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然后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我是当当，我是梁师傅。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这次我们这好像水有点太大了这次真的是超可怕，吹太大。一开始没有吹那么大力，结果不会裂，结果现在一吹太大力就。 不曾看过这么大的伤口，对啊，你看你看现在整个这样水这样流，真的很厉害，完全没有漏。对啊，不曾看过这么大的裂口然后。